小朋友们，你们好，小胖叔叔又来给你们讲故事了。这次啊，我们继续来讲美猴王的故事，讲的是呢，美猴王大战黑熊怪。这个孙悟空大闹天宫以后啊，他就叫如来佛呢，给他压在了五行山下边了。这一压呀，就压了500年。后来啊，唐僧从这儿过的时候呢，才把他给救出来。他呀，就变成了唐僧的徒弟了，保护着唐僧到西天去取经。这个孙悟空啊，可有意思呢。在路上啊，他降了一条龙，那条龙啊，变成了一匹白龙马，给唐僧骑着。唐僧呢，就不用在路上走了。有这么一天呢，他们呢，走到了一个地方。天晚了，一看前面呢，有一个观音禅院啊，里面住着和尚，这个是个和尚庙。他们呢，就到那儿去了。这个孙悟空啊，他爱说笑话，他就对着庙里头的和尚说了：你们知道吗？我师父唐僧啊，有一件很贵重的袈裟。这个袈裟呀，就是和尚穿的衣服。你们知道吗？这个袈裟呀，是观音菩萨给我师父的。我现在呀，就拿来给你们瞧瞧。他呀，就把师父的袈裟给拿出来了，给这和尚们一看呢，有一个和尚啊，就起了贪心了，偷偷的呀，就把袈裟呀藏在了自个儿的屋里了，他不想拿出来了。没想到啊，又让庙里头的一个妖怪给偷走了。这个妖怪是谁呀？就是住在黑风山黑风洞的一个黑熊怪。到了第二天呢，唐僧一看，我的袈裟怎么没了呀？可着急了。孙悟空啊，就说：师傅，您别着急，我打听打听去。他这一打听啊，原来在庙附近呢，有一个黑熊怪。他想，不用说，我师傅的袈裟呀，准是让这个妖怪给偷走了。他就对唐僧说了：师傅，您别着急，我马上就把袈裟给你拿回来。孙悟空说着呀，就蹦的一个跟头云，他就到了黑风山了。他拨开云层，仔细这么一瞧啊，只见那个山坡上呢，有3个妖怪正聊天呢。一个呀穿着黑袍子，一个穿着黄袍子，还一个呀穿着白袍子。那个穿黑袍子的妖怪就说了呀：你们听听，我告诉你们呀，昨天呢，我得了一件很贵重的袈裟，我想啊，用它开个佛衣大会来庆贺我的生日。孙悟空一听啊，就说了：好啊，感情是你给偷去的呀。噌的一下就跳下云来了，大声的喊了一声：大胆的妖怪，偷我师傅的袈裟不算，你还开什么佛衣大会庆祝你的生日？好嘞，我就先给你做生日。说着呀，他就抡起金箍棒，啪的这么一抡呢，一下子就把那个穿白袍子的那个妖怪呀给打死了。低头一瞧呢，原来是一条白长虫。那2个妖怪一看，好家伙，一棒子就给打死一个，吓得呀全都跑了。孙悟空一看，怎么着，跑哪儿去了呀？原来呀，这个妖怪呢都跑到山洞里头去了。孙悟空就往前一看，有个大山洞，洞口呢有2扇大石头门，过去一推呀，关得挺紧的，横着写着6个大字儿：黑风山黑风洞。好啊，感情这个妖怪的老窝就在这儿呢。他呀就抡着金箍棒大喊一声：快开门！洞里头的小妖怪一听啊，吓得直哆嗦。那个穿黑袍子的妖怪呢，就是黑熊怪了。他让孙悟空给吓得不是跑回来了吗？这个气儿啊还没喘匀呢，听到外头孙悟空就追来了呀，叫门呢，他呀只好拿起那个大铡枪就出来了。孙悟空呢这才看清楚，那个脸呢是又黑呀又凶，难看极了。心说了，这家伙怎么这么黑呀，这么难看？正想着呢，这个黑熊怪呀可就说话了：喂，你是谁呀？敢到我这儿来？你不认识老孙吗？我可是唐僧的徒弟，500年前大闹天宫的孙大圣。你快把袈裟给我拿出来，要不然的话，我老孙就把你全洞的妖怪都打成肉酱。你是要袈裟来了呀？不错，快拿出来。拿出来，袈裟是我拿来了，我要是不交出来呢，
你敢把我怎么样呢？哼，我可认识你，你不就是弼马温吗？孙悟空啊，最不愿意人家说他是弼马温了。听黑熊怪这么一说呀，他可火了，跳起来呢，就朝着这个黑熊怪啪的一下就一棒子。这个黑熊怪呀，用枪这么一挡，两个人呢就打起来了。这个黑熊怪呀，还真有两下子，够有能耐的。他们呀，从早晨那儿啊，一直打到中午，还不分胜败。这个黑熊怪呀，就用这个扎枪架住了孙悟空的金箍棒，说了：“姓孙的，咱们先别打了，等我吃了饭呢，再和你打吧。”嘿，你这算什么好汉呢？才打了半天就要吃饭，我老孙可在五行山底下压着，过了500年我没吃也没喝，我都不饿。嘿，姓孙的，你是你，我是我得吃饭去。说着呀，这个黑熊怪呢，就用扎枪一晃，呲啦一下就变成了一股黑风，他呀就钻到了洞里头去了。哐的一下呢，把洞门也关了，他不出来了。孙悟空这么一想啊，你不出来也好，我就先回去跟我师傅说说，待会儿我再回来找你算账。孙悟空啊就回到了和尚庙，就把这事儿一五一十的跟师傅说了。过了中午呢，孙悟空又驾着云去找这个黑熊怪了。刚走到半道上就看见一个小妖怪，他呀正往山下走呢，左胳膊下边呢夹着一个木头匣子。孙悟空就从空中跳下来了，他举着金箍棒这么一爬了，好嘛，一点劲儿也没用啊。可是这个小妖怪就趴下死了。孙悟空打开那个木头匣子一看呢，里面呢有一张请帖。原来这个黑熊怪请那个观音禅院的和尚去参加他的这个佛医大会。孙悟空一想，请我师傅住的那个庙里头的老和尚这个老和尚的模样我还记得呢。我就变成那个老和尚的模样，到这个洞里头去瞧瞧，看看那个袈裟是不是在那儿呢。对，就这么办了。说着呀，这个孙悟空就摇身一变，他就变成了那个老和尚的模样了。他呢大摇大摆的就来到了黑风洞了，学着那个老和尚的那个声音就叫门。黑熊怪一听，他请的老和尚来了呀，又一想不对呀，心里头挺纳闷的，我刚派人去送请帖，怎么这么快他就来了呢？我知道了，这一定是呢孙悟空请他来要袈裟的。这个黑熊怪这么一想就跟那个小妖怪说了，快把那件宝贝的袈裟给藏起来，别叫这个老和尚看见。黑熊怪就把那个袈裟给藏好了，这才开门请这个孙悟空变的老和尚进来了。这个黑熊怪就问了呀，哈哈，长老刚才我派人去送请帖，请你后天来参加佛医大会，怎么你这会儿就来了呢？是这么回事，我正要找你呢，刚走到半道上呢，正好碰见那个送请帖的，说你要举行什么佛医大会，我就急急忙忙的赶来了。我是想先看看那件佛医袈裟。不对呀，怎么呢？那唐僧就住在你的庙里，你怎么会没看见过那件袈裟呢？他们正说着一个小妖怪就跑进来了。报告大王，不好了，出什么事了？那个送请帖的被孙悟空给打死了。黑熊怪一听一伸手就把那个扎枪给抄起来了，而孙悟空呢也现了原形了，拿出他那个金箍棒就跳到山坡上，他们俩就打开了，一直打到太阳都下山了，还是不分胜败。黑熊怪有点累了呀，就又说了，姓孙的，现在天黑了不好打了，咱们先停战，明天咱们再拼个你死我活。孙悟空呢把头一摇，说了，不行，今天你要不把袈裟给交出来，咱们没完。那个黑熊怪呲的一下又变成了一股黑风，钻到洞里头去了，哐啷一下的就又把洞门给关了，他又不出来了。孙悟空只好又回到和尚庙。唐僧一看孙悟空没拿回袈裟心里头就着急了。孙悟空就想了想，说了，师傅，您别着急，我有办法。明天我去找观音菩萨。你找他干什么呀？
跟他呀要袈裟。师傅，你想啊，观音菩萨在这儿叫人家给他烧香磕头，可他呢又让妖怪在这儿捣乱害人，我呀去找他，让他来跟那个黑熊怪要袈裟。好吧。第二天一清早呢，孙悟空啊就一个跟斗云就来到了南海。观世音菩萨一看他来了呀，就问了：悟空，你来这儿有什么事儿啊？有事儿。我问你，你在那个和尚庙观音禅院受人家的香火，让人给你磕头烧香，可你为什么不保护人家呢？你让那儿的妖怪在那儿捣乱，我师傅的袈裟就让那个黑熊怪给偷去了，你给我要回来。你这个猴子呀，妖怪偷你的袈裟，你赖谁呀？不是因为你拿出来袈裟叫人家看吗？谁叫你爱夸口，把袈裟拿出来让人家瞧呢？孙悟空这么一听啊，观音菩萨可真有能耐呀，这个事儿他怎么会知道了呢？他呀就赶紧说了：您说的对，我老孙是有错，可是啊，现在妖怪呢不把我的师傅的袈裟拿出来，您还不应当帮点忙吗？好吧，看在你师傅的面上，我就和你去一趟吧。好极了。说着呀，这个观世音菩萨和孙悟空呢就一块儿啊驾着云就到了黑风山那儿去了。刚到黑风山呢，他们就看见路上啊走来了一个人，穿着黄袍子，两只手啊捧着一个盒子，里边是什么呀？孙悟空啊一句话没说，举起金箍棒，一下啊就把那个穿黄袍子的给打死了。观世音菩萨就问了呀：你这个猴子，人家和你没冤没仇的，干嘛打死他呀？您不知道啊，我认识他，他和那个黑熊怪啊是一伙的。昨天呢，他们还在一块说这个佛医大会的事儿呢。您看，说着孙悟空啊就用那个金箍棒把那个穿黄袍的人呢这么一挑，嘿，这哪是人呢，是一条大黄鼠狼。孙悟空啊就把地上那个盒子又捡起来了，打开一看呢，里面呀有2颗仙丹。孙悟空眨巴眨巴眼睛，想了想，菩萨，我可有收服黑熊怪的妙计了呀。什么妙计呢？这2粒仙丹呢一定是要送给那个黑熊怪的，我就把这2颗仙丹呢吃上1粒，我变成了一个大点的仙丹，您呢就变成刚才那个穿黄袍的那个模样，把这个仙丹呢拿去了，去给这个黑熊怪吃。等呀，我到了他的肚子里头呢，您就跟他要袈裟，他不给，我就在肚子里头来这么一通猴拳。观世音菩萨一听啊笑了。好吧，说着呀，观音菩萨呢就变成了那个穿黄袍的妖怪了，端着这个盒子。孙悟空呢吃了1粒仙丹，他就变成了一个大一点的仙丹。菩萨呀就把孙悟空变的仙丹呢和另外的那个仙丹啊一起端着去见这个黑熊怪了。黑熊怪一看呢，那可高兴极了呀。你来了，请坐请坐。观世音菩萨就说了：大王，我来给你送宝贝来了，是2颗仙丹，请你收下，表表我的心意，大王吃了会长生不老的。黑熊怪一听啊高兴极了，拿起那个大力仙丹就往嘴里送，还没等他咽下去呢，咕噜这一下子呀，这个仙丹啊就跑到他的肚子里头去了。孙悟空到了黑熊怪的肚子里头啊，他还真不客气，把手这么一伸，他呀就打起猴拳来了，左一拳右一拳，这一来啊，黑熊怪哪里受得了啊，疼得他呀是倒在地上现了原形。原来呀是一只大黑熊。观音菩萨呢也显了原形，就说呀：孽畜，你还不把唐僧的袈裟交出来吗？我交。黑熊怪呀没办法了，就只好交出了袈裟。孙悟空啊这才从他的鼻子眼里头蹦出来，拿起金箍棒就要打死他。而菩萨呢一摆手说呀：不要伤害他，我要带他回去做个看门的。那好吧，孙悟空啊就向菩萨行礼，谢谢菩萨，然后啊就拿着袈裟去找他的师傅去了。唐僧这么一看呢，袈裟找回来了呀，高兴了。第二天呢，他们就继续往西走，走着走着这么一看呢，前面好像出了什么事儿了。那到底是出了什么事儿呢？咱们呀下集再讲。